找到了。天哪，还能找着？能找着。啊，就是这个长条，就这个是吧？豫剧的长条。这都会唱，别的唱不了。有一年我回来给父亲上坟，也是秋天，特别的寂静。我那个小说就是写的那个场景，就有一个放羊的人，他的羊整个都在这吃这个坟上的草，就吃得干干净净，就是挨个吃。然后那个人就是就坐在那个河坡那个旁边，一动不动。我在这边站，他也一动不动。我突然就哇呀，万籁俱静，那个羊在吃草。有一种特别特别永恒的声音，感觉那个坟里面人都在窃窃私语。我觉得我父亲也在听。突然空旷了，像深秋来临，寒意突然侵袭你的身体。你张开眼来，发现落叶卷地，太阳虚浮，万物在离你远去。一路相伴的人，丢失的丢失，离开的离开，遗忘的遗忘，大地空落，树木萧条。我在《出张张记》里面写一个那个小柱，就出门打工，然后其实是中毒死了，然后那是我的同岁的一个男孩子。我们俩小时候非常好。他就是在建筑厂干了10来年，然后有一天走在路上，突然间就是七窍流血，然后一查胃就完全败坏掉了。你如果不去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堂叔、你的爷爷奶奶、你的侄子是那样在那生活的。每年都回来吗？每年都回来，1个月左右吧。你要上你上？想啊。建议是先生不生？不生吧？不生。有那个3、5年的生。12岁妹子，我都出好草，我好40斤草，我不想再挖回来。到地里这草看见我都吓得软手。我语言太生动了。我说这语言你说我会吗？你说这必须要保持这个言对。草看见发抖。我亲爱的父亲，我庆幸我们曾经一起为了梁庄共同跋涉，走遍大半个中国。因为有您的指引，梁庄的历史和现在才鲜活而真实地呈现出来。因为你，梁庄才得以成为梁庄，那个尘土飞扬的悲欢离合的梁庄。有一次我去采访我们村里面那个小伙子，我说这回你没事你想5分钟。第一是你为什么从北京回到梁庄？那第二个呢？你后悔不后悔？第三，假设说现在有人买你家的地，1亩地给你5、6万块钱，你卖不卖？那真的大家都坐在那想，沉默了好几分钟，就那一刹那，就是我突然间就跑神了。我说哇天，这个时刻太好了。这一刹那，我们因为某个事我们在思考，我觉得这就是某种意义的突然呈现。生命从华丽的空想终于回到最朴素的形态，活下去是死亡。很奇怪，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涌现来的竟然不是悲伤和空虚，而是庄严，一种肩负着某种重任的庄严。新的人生开始了。你看这个波纹，你会看玄幻的，你会有一种玄幻之感。我记得好像你说你最初08年回来梁庄的时候，还带了一本那个美国自然作家的书，是吧？对，他是写他的1年，他待在海边，然后他怎么生活，然后那个朽木啊、海滩呢怎么来回的翻滚。其实我当时喜欢的是他一种凝视的视角。
当你真的开始凝视、重新倾听、重新感受的时候，我觉得第一感受就一个人重新活过来，就在你的心里面重新活过来。那种凝视让我觉得，好像我也特别渴望这种重新的凝视我的家乡，我的那条河。